291年，永平元年，意图控制中央的杨俊被贾南风的一波政变轻松带走，他的同党被连根拔起，夷三族。但是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杨氏的人，让贾南风的参谋集团犯了难，他就是杨芷，是当朝太后，也是上期伏诛的杨俊的女儿。太后应该怎么处理呢？34岁的皇后贾南风对32岁的太后杨芷的处理建议充满了暴力色彩。他认为杨芷就是个乱臣贼子，没什么好说的。当初是不是他要挟先帝立杨俊为辅政大臣？是不是他和杨俊一起矫诏诛杀杨俊的时候，杨芷是不是想在内宫作乱来着？我的建议，直接杀掉。惠帝司马衷虽然不会，但并不是一个残暴嗜杀的人。他给定的调子是废杀太后是大事，先查清楚再说，回头开大会讨论。此外呢，有关部门给出的建议是，杨芷跟他爹杨俊共同意图颠覆大晋政权，协同叛乱是同恶。按照当年汉朝处理诸吕之变的思路，应该把太后废为庶人。作为老政治家、平衡大师中书监张华说，都在这玩典故是吧？那好，按照当年汉朝处理赵皇后赵飞燕的思路，应该褫夺太后封号，只保留皇后封号，意味着她不足以母仪天下，教训六宫，她只是先帝的老婆而已。顺便说一句，西汉后期的党争一点不比晋朝差。太皇太后王氏，就是王莽那个王氏，反攻倒算，废太后赵飞燕为皇后，挖已故丁太后陵墓，平已故傅太后坟头，然后再把这两个死人废为庶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话说回来，有关部门又出来说，当初皇帝下诏免杨俊老婆庞氏，也就是杨芷的母亲不死，用以宽慰太后杨芷。现在杨俊伏诛，杨芷被废，这庞氏也没有必要留着了，建议杀掉。司马衷表示不同意，废为庶人就行，一个老太太没必要赶尽杀绝吧。但是有关部门摸透了贾南风的心思，知道他一门心思想要屠灭杨氏，于是呢三番五次的请命杀人。最后惠帝实在是拗不过，同意了把庞氏下狱处死。庞氏行刑前，杨芷失去了最后的尊严，嚎啕痛哭，向贾南风下跪磕头，只求保住母亲的性命。实在杨芷剪断头发，额头触地，身为太后却向皇后自称为妾，结果贾南风没有丝毫怜悯，不理不睬。杨芷母亲被杀之后，杨芷也被打入冷宫，迁居至金庸城。本来朝廷给他的待遇有10个侍女仆从，结果贾南风把这些人都撤走，并且不给饭食。杨芷就这样在金庸城悲惨的过了8天，随后被活活饿死了。人死了还不算完，贾南风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歪门邪道，害怕杨芷到了地下向先皇告状，于是在杨芷的棺材上贴了灵符，并且侮辱尸体，在杨芷的遗体上用了所谓的镇邪的药。那么贾南风为什么这么恨他的这个小婆婆呢？在第6期里我们说过，当年贾南风做太子妃的时候，自己生不出孩子来，也不让别的妃子生，曾经亲手剖开怀孕妃子的肚皮，导致了1尸2命的惨案。武帝司马炎大怒，想要废了他。杨芷作为长辈替贾南风求情，说就算看在贾充社稷之功的面子上，也不能废了贾南风啊。再说了，他现在还小，不懂事儿，性格泼辣很正常。靠着杨芷的求情和荀彧等人的上书，贾南风才免于被废。事后杨芷借着这事儿好几次敲打提醒贾南风，要求他以后收收性子，做个好媳妇儿，以后太子登基了，你还得母仪天下呢。然而呢，贾南风丝毫没有念及杨芷对自己的恩情，就只记得这几次敲打和数落了，从此怀恨在心，并且埋下了深深的怨恨，以至于10几年之后都要置杨芷于死地而后快。又狠又毒，但是吧，贾南风却还偏偏确实有那么点手段。上期咱们说到，诛杀杨俊几个月之后，司马亮、魏冠、司马玮被贾南风做局给一波带走了。从此呢，贾南风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掌舵者。照理说，这种人物上台应该很快就会犯下致命错误，然后被其他势力给联合颠覆了吧，就像杨俊一样。不过贾南风还真没有，比如最关键的权力分配和人事调动，人家贾南风没干任人唯亲这种事儿。对内任用贾模、郭彰等人，不是因为亲，而是因为信。贾模虽然姓贾，还是贾南风的堂兄，但是人家是真的能干有才，朝堂能宁静个7、8年，贾模出力不少。另一个亲信加外戚的代表郭彰也是比较靠谱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才望在当时的官场是受到各级干部普遍认可的。对外，在国家政事上，
贾南风启用的是功臣重臣寒门张华，一同搭班子的是明族河东裴氏的裴伟。张华就不用说了，可谓是老成的政治家，而重用河东裴氏也比较好的平衡了皇族和世家的关系。有一说一，贾南风对权力的重新分配十分明智，对无才的自己人可任用而不重用，对于有才的自己人可重用而不滥用，对真正能稳定局势的外人重臣如张华、裴伟等人，即使互相之间有点局龉，也不会在圈子内部下死手，尽量保持团结，比对她婆婆杨芷好多了。例如张华当年曾经表态应该立司马攸为太子，而不应该立贾南风的傻老公司马衷，可谓是在上一代就跟贾家有矛盾。又比如在张华跟贾南风合作之后，曾经写文章暗示皇后最好恪守己道，不要做外戚之乱。贾南风虽然很不爽，但还是敬重张华。不得不说，贾南风确实有两下子，真的继承了贾充那种顶级老官僚的手腕和意识。贾南风执政期间呢，与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没完没了的爆发党争相比，这一阶段外戚、宗王、世家之间都能够实现较为融洽的团结，整体上各司其职，用人得当，中枢稳定，社会运转也比较有序。不管后来人们，尤其是修进士的唐朝官员们多么厌恶贾南风，也不得不承认，他执政的那段时间是西晋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清平时代。只可惜，如果他一直这么清醒就好了。朝堂恢复宁静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可是贾南风还是生不出自己的儿子。随着贾南风的年纪越来越大，他生儿子的概率越来越渺茫，但太子却越来越成熟，太子党在朝廷的分量越来越重。贾南风的智商似乎随着太子的年长而逐渐下线了。太子司马懿是大家的老相识了，在第4期里，司马炎执意要传位给杀儿子司马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司马衷虽然不行，但是孙子司马懿却非常靠谱，所谓好胜孙。为此，武帝司马炎又是说司马懿能兴盛大晋，又说司马懿虽然是我孙子，但是很像我爷爷司马懿之类的话。总之，不断的给这个小孙子增加合法性。如今10几年过去了，好胜孙司马懿长成什么模样了呢？怎么说呢？有一点奇怪。比如10载，司马懿喜欢在宫里卖肉，并且练就了一手绝活司马懿刀。你说你想要多少肉，司马懿一刀下去，斤两不差，差了包赔。唐朝修史的官员跟我们一样，也感到很好奇，就在后面给我们补充了一句，说这孩子可能是因为他姥爷是杀盐客，才爱好这一口。再比如，作为未来晋朝最大的土财主，司马懿有感于卖猪肉来钱太慢，于是呢，他开始提升产能，增加产品种类，并且发动群众，召集婢女太监在宫里一起卖菜，主要产品有蔬菜、篮子、鸡鸭鱼以及农粮副产品。再比如，太子舍人杜熙对司马懿的地位感到担忧，天天劝他要小心贾南风，你又不是皇后亲生的，应该早做打算。杜熙天天说，年年说，把他给说烦了。于是司马懿一怒，决定在杜熙座位的坐垫上塞上钉子。可怜的杜熙啊，屁股上被扎的全是洞。不知道司马炎在天有灵看到好胜孙这么热衷于做买卖，会有什么感想？和很多改变历史的大事件一样，太子跟贾家矛盾的总爆发也是起源于两个小辈儿之间的小冲突。贾密是贾南风的侄子，仗着贾南风的威势，从来都不把太子司马懿放在眼里。司马懿也不愿搭理贾密，经常把他一个人撂一边。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贾南风给贾密许配的是未来太尉王衍的大女儿，很漂亮，而司马懿许配的是小女儿，也许没那么漂亮。司马懿更是怀恨在心，并且当场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最后在一次贾密跟司马懿下围棋的时候，两人争棋路，这一行为被司马懿的叔叔成都王司马颖看见之后，当场呵斥贾密不懂规矩。贾密内心更加不平，决定出击。成都王司马颖维护太子，怒斥贾密的表现很帅，但是很快就遭到了打压。由于贾密的诋毁，司马颖被踢出京城，外放到邺城任平北将军。当然作为后来人，我们知道眼下被排挤外放的司马颖恰恰是在邺城发展了一支自己的军队，并在不久的将来杀入洛阳皇宫。嚣张跋扈是贾密这种小衙内典型特征，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整死太子。于是呢，跑到了贾南风那儿，污蔑太子有计划要诛灭贾氏满门，并给贾南风提出建议，换人即废掉太子。
就这样，帝国的实际掌舵者贾南风在清平了8年之后，把智商和冷静抛之脑后，做出了一个彻底毁灭西晋的疯狂决策：废杀太子。299年元康9年12月29日，贾南风下手了。皇后下诏说傻皇帝司马衷身体不舒服，让司马懿到御前来伺候。到了宫里，贾南风没露面，而是把他安排在一间别室，并且让宫女端了一杯酒给司马懿喝。司马懿没喝，说我素来酒量就很差，而且现在还没吃饭，肚子里没东西，喝了就晕头转向了，我一会儿要面见皇帝，不能喝。没想到宫女比太子还狂，出言讥讽道：太子不孝呢，天子赐给你酒喝，你竟然不肯喝，怎么这酒里有毒啊？没办法，措辞已经这么严重了，再不喝就是政治问题了。于是司马懿把酒喝了，喝完当场就不对劲儿，昏昏欲睡。这正要睡呢，这时候贾南风的心腹潘岳把司马懿叫起来，叫司马懿照着手里的祝词抄写一遍，说是用来给皇帝祈祷病情快点好转。司马懿晕头转脑的抄写完，也不知道自己抄的是什么。很快，这封祝词被送到了皇帝、皇后面前，内容大意是希望皇帝和皇后快点自裁，不自裁我就帮你们自裁。脑子本来就不够用的惠帝司马衷，或许是听命于贾南风，随即下诏赐死。满朝大臣面面相觑，也许是畏惧于贾南风的淫威，也或许是没明白发生了什么，都缄默不言。